他们可能对自己很有自信他们就觉得台北就躺着选你会发现，他要么就是不回应，要么就是选回去，这不就是老招了吗？这个都是以前我们看到黄国昌在做的事情，儿虐的事情也是骂我，食安的问题也是骂我，那他们就完全没有想要用，所以我市政府对，确实在这一边呢，如果怎样做以后可以更好。其实他只要这样回，我怎么觉得以台北市民来讲，他就是会得分的。但他既然可以全部都选择不这样回，我觉得我也是蛮敬佩他们团队的。他们可能对自己很有自信他们就觉得台北就躺着选所以他们就是市民的意见，他们这样就是给他糊弄过去，他们觉得也不会掉票，他们可能非常有自信，因为现在选战本来就还没热起来，就是选战热起来一定是登记以后。就过往你看，我们就讲市长选举，柯文哲也是大概9月，然后那时候韩国瑜在2018高雄市长，那是8月底，其实就是登记完以后，就是那个时候才是选战在热的时候，选战不可能在半年就热了啦，现在4个月嘛，最后2个月一定才是最热，就是每天新闻都是选举，所以当他现在要这样来处理，其实是蛮容易的，但在选战热的时候，我不觉得这个处理是有办法通过检验，对，在选战热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反而还应该是按部就班，因为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我们的知名度本来就不够，自己党的都很多支持者都本来都还不认识你，更还不要讲中间选民，那我们就应该要先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所以我们之后就是除了就是一般就是大家想象的什么公庙啦、扫街啦、什么夜市啦等等之类，还有市场之类，我们应该也就要再开始进行肥皂箱。我是个人认为，他就是还是想要争夺大位嘛，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他还是需要这种全国性的声量然后打议题这件事情我们看多了，就之前有一个人跟他一模一样，就是他就是想大位，然后呢，所有的事情呢，如果说被打到痛点，就用很大声的方式、很凶的方式回应，然后呢，不管什么事情都叫正能平的。我们有见过这样的人，就黄国昌啊，其实完全一样但你说黄国昌现在的声势有多，就是高到说现在就是来派他选总统吗？我觉得应该很少人会这样认为。所以就是我觉得路遥知马力，其实黄国昌这一路这样以来，大家其实很清楚的看出来他在做什么。我觉得其实没有道理，人民看不出来蒋万安在干嘛。你会发现他在议会的时候，那个议员有些质询的，其实而且那个议员真的是不分政党，有时候质询的真的很到位啊，就是数据翻出来，的确是政府漏做了什么等等之类，我觉得都讲得很好。你看我先不要讲我们自己党的，我就看那天是钟佩君吧，在讲也是新的校园的霸凌的案件也一样，就是真的没有处理。那个黄庆莹。也有啊，也是儿虐的案件当我们的议员更是，他还是把那个资料199拿出来已经10几次了，然后都通报了都没有解决，这是大家都实际拿出来。你会发现，他要么就是不回应，要么就是凶回去，这不就是老招了吗？这个都是以前我们看到黄国昌在做的事情，我觉得久了大家会有感觉。那你觉得他会步上黄国昌的后尘？我觉得他们超像的，就是他们的这种方式啦，回应事情的方式，就是会凶，会大声，耍帅，冲着我来。我还是觉得就冲着我来这句话真的是，你看那这几天问他问题，他从来不会说冲着我来，就突然不见了，对，然后就转移话题，然后什么事情都是赖清德，什么事情都是卓荣泰，这个久了，这个大家一定会有感觉，因为我以前都觉得。就是蓝营在捧他们的政治明星的方式，以前最有名的应该就是马英九的方式。那我觉得在过去他在崛起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很类似他的形象就是清新啊等等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蛮类似的。但我觉得现在好像完全又不太一样了。我现在感觉他走的这一个方式反而比较像是就是黄国昌的方式。